两京15日为什么是成毅这几年最难也最对的一步棋？15天，够吗？够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吗？这是两京15日整个故事抛给观众的一道题。我第一次合上原著是在某个睡不着的半夜，当时我没多想，但等我回头琢磨整本书的结构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是一个反问句，是一道题。而这道题现在交到了成毅手里。今天这期我不想聊八卦，也不想聊热搜，咱们就聊一件事。为什么两京15日是成毅这2年里最难走的一步路，同时我也认为是他走的最对的一步。慢慢说哈，今天心情有点沉，我尽量把话讲清楚。行，那咱们先把难这个字摆清楚。很多人一听古装剧，脑子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宫殿，是沙漠，是大漠孤烟那种构图，对吧？这些场景拍起来不是说容易啊，但相对可控。水不一样。说白了，水陆戏在中国古装剧里是一个几乎没人愿意碰的领域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3个点你就明白了。第一，光。水面是会反光的，而且反得不讲道理。早上的光，中午的光，傍晚的光，落在水上完全是3种戏。摄影指导的跟天斗，跟云斗，跟朝魏斗，这不是不光，这是赌博。第二，安全。船上拍戏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一次走位，每一次打戏，每一次威亚，脚下不是地，是水。你想想看，演员一个失衡，不是摔在垫子上，是直接下去。这种风险，整个剧组的绷着神经过日子。第三，机位。陆地上你可以铺轨道，可以上摇臂，可以无人机拉远景。船上呢？船本身在晃，镜头跟着晃，演员还得稳，这是3层不稳叠在一起。能拍出电影感的水戏，全世界都不多。所以这里我得插一句啊，当我看到两京15日这个项目以水陆实景为主拍，我第一反应不是哇好酷，我第一反应是这剧组怕是要脱层皮。这个项目走的是大运河，从南京一路到北京，6个节点，每一段水域的光、水流、地貌都不一样。这不是拍一部戏，这是拍6部小戏拼起来。但你别误会啊，我说脱层皮不是在抱怨，我反而觉得懂行的都知道，一个演员愿意接这种戏，心里是有底气的，不是冲动，是判断。好，拉回来，说回这个事。光说剧难还不够，因为再难的戏也得有人演。咱们得说说成毅这次接的这个人，朱瞻基。你要是只看人物简介，你会觉得这角色不复杂，大明朝的太子，15天里被卷进一场逃亡，最后回到北京，听起来像个公路片，对吧？但你要是真翻原著，你会发现这个人真不好演。为什么？因为朱瞻基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成长型主角。德语里有个词叫 Bildungsroman， 翻译成人话就是成长小说，一个人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被压缩进一段特殊的时间里。朱瞻基的弧线是这样的，开篇他是个温润的太子，受过良好教育，性格不算软，但也没真正扛过事。15天里，父亲驾崩，叔叔造反，自己被追杀，一路从扬州跑到北京，志气退掉几层。结尾他坐回那个位置，但人已经不是开始那个人了，肩上事更多。这种弧线我跟你讲是最难演的一种。为什么最难？因为它没有高光时刻。你看一般的爆款剧，演员靠什么炸出来？靠几场情绪戏，几个名场面，对吧？一场哭戏哭出热搜，一段怒戏甩出表情包，这是流量逻辑。但 Bildungsroman 不给你这种机会，他要求你的是每一集都比上一集稍微沉一点，是观众第8集回头看第1集发现哦，他真的变了，这种变化是积累出来的，不是炸出来的。这个 level 的表演，老粉应该懂，你得 hold 住整个角色的呼吸节奏，不能着急，不能用力过猛，也不能放松。我不是100%确定啊，但我倾向于这样判断，原著要的演员是能把整条温度曲线走完的人，不是能把某一场戏炸稳的人。
那程毅有没有走过类似的曲线？有的。前一阵那部那部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去年底那部古装大剧，对，天地渐新，你看我这记性。富贵那个角色也是被时代推着走的类型，也是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状态，一步一步被压到不得不扛势的位置。不是一模一样的角色，但是同一种演员路径。所以朱瞻基这个角色找到程毅，我觉得不是巧合，是一种逻辑上的吻合。说到马伯庸，对了，还有件事的说，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撑起一个宇宙，但马伯庸能。你算算啊，长安十二时辰，风起陇西，显微镜下的大明，现在再加上两京15日，这4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马伯庸坐标系。这个坐标系的特征是什么？我个人觉得是3个词：历史推理、时间压力、小人物视角。我跑个题哈，说到时间压力这个东西，其实是电影界很经典的一种叙事手法。比如1917，整部片子用伪一镜到底绷住时间感，比如 Run Lola Run， 20分钟跑3遍命运。这种叙事在西方挺多，但在中国古装剧里真的稀缺。马伯庸是少数几个把这种 chronological compression 时间压缩完成自己招牌的中文作者。行，现在回到他。进入马伯庸宇宙，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凭印象说别太当真，但据我的观察，能进这个体系的演员，通常被业内默认归入一种 tag 叫正剧型演员，或者说品质赛道演员。不是流量赛道，是品质赛道。这事儿明摆着，程毅接两京15日，不只是接了一个角色，是接了一张我可以走这条路的通行证。有人说，网上有种声音，会担心 IP 太大演员压不住。但是等等，我有个细节想说，马伯庸宇宙里的每一部都不是靠明星压戏撑起来的，是靠剧本加群像加质感。也就是说，演员进这个体系不需要去压 IP， 只需要融进去。融进去的能力比压住的能力难多了，但也走得远多了。接着前面那个，既然说到这部戏，那就绕不开对手戏。朱瞻基这条线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，吴定元，由林更新出演。我先说清楚别误会，我接下来要聊的不是谁压谁的话题。这种话题听完整再判断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我想聊的是2种完全不同的表演风格放在同一艘船上会发生什么。程毅的表演方法用一个词概括，隐忍含蓄。他的爆发是往里走的，不是往外炸的，你得盯着眼睛看才能看到那个瞬间。林更新的表演方法是另一种，松弛锋利。他的状态偏外放，节奏感强，台词有风，适合那种江湖气重的角色。这2种风格其实想想不是矛盾的，是互补的。你想想看，朱瞻基是太子，是被追杀的人，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，他需要内。吴定元是捕快，是江湖出身，是替主角挡刀的人，他需要外。这戏要是反过来，2个都内，戏就闷了；2个都外，戏就飘了。所以原著这套配置其实是有戏剧逻辑的。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，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最优解，但这是一种很合理的搭配。懂粉丝的心情我懂，一旦提到对手戏，总有人神经紧绷。但这次我个人的判断不是对决，是互相拖。一个演员演得好，另一个不会被压下去，反而会被衬上去。2种风格越鲜明，双方各自的辨识度越高。这是高手开局的格局，不是较劲的姿态。好，到这里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了。请注意，接下来这一段是我的观点，不是文章的观点，大家自行判断程毅现在在什么位置？说白了，他现在完全可以吃流量饭，挑几个轻松的、套路安全的、能快速出片花的项目，数据漂亮，热搜稳定，商务接到手软。这条路不少同梯队的演员就是这么走的，也没什么错。但他没选这条，他选了一个剧组要在水上耗几个月的项目，选了一个没有爆发戏，只有层次戏的角色，选了一个 IP 期待值高到几乎不允许翻车的体系。
我之前也犯过一个错，我总觉得演员的判断力是看他接了什么，后来我才意识到，真正能看出判断力的是看他拒绝了什么以及为什么选男的那个。这一步走得慢，但走得远。用围棋的话说，这叫长远布局，眼下未必是最亮的，但格局是大的。弃子是为了将军。用投资的话说，这是长期价值股，估值不是看下个季度，是看5年10年。我不知道2经15日最后市场反响会怎么样，这个我得保留意见，也许爆，也许不爆。这个东西不是演员一个人能决定的，涉及到剧本节奏、播出时机、平台运营、市场周期，一堆变量。但有一件事我比较确定，诚意做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不是这一波能不能爆，而是5年以后，当大家回头看我的作品列表，这一步能不能挺住。这种思路在现在这个 KPI 至上的市场里非常珍贵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最后，咱们回到开头那道题，15天能改变一个人多少？朱瞻基的15天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。程毅的这一次选择，我相信也会成为他演员生涯里那个回头看才看懂的节点。懂他的人会懂，时间会证明。